撑起乐华大半营收，却选择解约转型，褪去流量滤镜，王一博能走多远？爆红即招黑，这是流量明星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场被无限放大的网络标签。从《陈情令》播出开始，王一博几乎是一夜之间站上了内娱顶流的位置，人气暴涨，商业价值飙升，影视资源不断向他靠拢，鲜花和掌声接踵而至。可与此同时，争议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涌了过来。有人欣赏他的努力和成长，也有人开始用放大镜审视他的一言一行。一次采访里的停顿，一句没有组织好的回答，甚至一个细微的表情，都可能被剪成短视频，在网络上反复传播。渐渐的，绝望文盲这个标签被越来越多人贴在他的身上，仿佛只要提起王一博这4个字就一定会出现。然而，真正了解事情经过的人却发现，这个标签并不是因为一次考试，也不是因为某个正式的学术评价，而是源于几段被不断传播、不断解读的采访片段。随着流量持续发酵，一个原本并不完整的印象被越来越多人当成了事实。于是，在鲜花与掌声之外，王一博也被推入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舆论漩涡，在极高的赞誉和铺天盖地的质疑之间来回拉扯。正因为如此，这场围绕他的争议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真正停止。本只是网络互动中再普通不过的小失误，却在舆论不断放大的过程中被刻意贴上了文化水平不足的标签。随后，无名路演期间的一段采访视频再次成为争议焦点。原本只有几十秒的现场问答，被营销账号截取成几秒钟的片段，脱离了完整语境，只保留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内容。一句临场即兴，没有经过修饰的回答，被反复剪辑、拼接，再配上带有引导性的标题，很快就在各个平台疯狂传播。随着讨论不断升温，越来越多并未看过完整采访的网友也开始跟着短视频片段发表评价。很多人甚至没有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直接将绝望文盲4个字扣在了王一博身上。营销号则趁着热度不断推送相关内容，让这个原本针对网络现象的词汇逐渐演变成专门针对个人的标签。在算法不断推荐和舆论不断发酵的双重作用下，这个称呼几乎刷遍了全网，也让事件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最初那场采访本身。最终，这场网络风波不仅持续占据热搜，还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层面的讨论。部分官媒也借此机会，围绕青年艺人的文化素养、公众人物的表达能力以及娱乐行业的人才培养等话题发表评论。原本针对整个行业的讨论，却因为舆论传播的惯性，让不少网友误以为这些评论是在直接点名王一博本人。于是，一场由文字笔误、采访片段和营销炒作共同推动的网络风暴，就这样一步步形成，并成为他职业生涯中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无数网友甚至没有完整看过采访，仅凭几张被截取的画面、几段断章取义的视频，就匆匆给王一博贴上了花瓶流量、文化匮乏、演技木讷等各种标签。在网络传播越来越碎片化的今天，一张截图、一句被剪掉前后文的话，往往比完整的事实传播得更快，也更容易让人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可真正认真看过完整采访的人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些被刻意放大的沉默，其实是在认真思考；那些简短的回答，并不是不会表达，而是不愿刻意迎合镜头。甚至多位合作导演和业内前辈也曾公开站出来为他发声，分享他在片场认真钻研剧本，反复打磨角色，主动请教导演的工作态度，希望外界能够通过真实的一面重新认识他。然而，偏见一旦形成，想要改变却远比建立时困难得多。很多人宁愿相信几秒钟的短视频，也不愿花十几分钟去看完一场完整采访，宁愿反复传播那些带有争议的片段，也很少关注导演、合作演员和业内人士给出的真实评价。于是，事实明明已经摆在眼前，澄清也一次次出现，可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却依旧牢牢停留在不少人的认知里，仿佛任何解释都无法轻易撼动。或许，这也是如今互联网时代最让人无奈的地方。真正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而误解一个人却往往只需要一张截图、一段剪辑，甚至一句被刻意放大的评论。比起事实本身，很多人更愿意相信自己最初看到的那个版本，而王一博也正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承受了远比普通人更多的误解与偏见。爆红带来的不仅是粉丝和资源，也让他成为内娱舆论厮杀中最显眼的靶子。各类造谣与黑料仿佛永远不会消停，总在周期性卷土重来。褪去经纪公司的光环之后，王一博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放慢脚步，反而选择了一条更难，也更考验个人能力的发展道路。这一次的转型，也让外界重新看到了流量艺人真正需要面对的现实。从乐华娱乐公布的财报中不再将王一博列为核心艺人开始，外界就已经察觉到双方的发展方向正在发生变化。随后，王一博注册个人工作室，布局个人品牌，申请多个自有商标，再到正式官宣合约到期且不再续约，一系列动作几乎没有任何拖泥带水，意味着他彻底告别了依赖经纪公司资源的传统模式，正式开启属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对于很多流量艺人来说，经纪公司既是保护伞，也是束缚。公司能够提供资源、人脉和曝光机会，但与此同时，艺人的发展方向、商务合作甚至公开形象，往往都需要经过公司的统一安排。很多人在流量巅峰时看似风光无限，可一旦离开公司的支持，真正能够独立站稳脚跟的人却并不多。也正因为如此，当王一博选择走向独立时，外界才会如此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份合同的结束，更是一场对个人实力的真正考验。不过，从王一博近几年的发展来看，这一步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更像是经过长期规划后的自然选择。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赛车、街舞、时尚等不同领域，他都在不断积累属于自己的代表作品和行业口碑。当一个艺人的名字已经能够独立吸引资本、品牌和观众时，它的价值便不再完全依赖于经纪公司的包装，而是来自自身持续不断的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认为王一博已经具备了独立发展的底气。相比继续留在舒适区，独立意味着承担更多责任。从商务谈判、团队管理到项目筛选、品牌运营，每一个决定都需要自己把关。没有了公司统一规划，
也意味着所有成绩和压力都要由自己承担。但与此同时，他也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选择作品，不必为了维持曝光频繁参加各种综艺或商业活动，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真正想尝试的领域。王一博的这次转型也无形中戳破了不少流量艺人的发展困局。很多人一直认为，只要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就能够长期保持竞争力。然而娱乐圈的发展早已证明，流量只是敲门砖，真正能够决定职业生命力的，始终还是作品、专业能力以及持续输出价值的能力。当流量逐渐退去，那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人很容易陷入资源减少、人气下滑的困境，而拥有作品和实力的人则能够一步步完成身份升级。因此，王一博选择独立发展的意义早已不仅仅停留在离开一家经纪公司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种职业身份的转变，从依赖平台培养的流量艺人，逐渐成长为能够掌控自己事业方向的成熟演员和公众人物。未来这条路或许不会轻松，但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成功都会更加具有说服力。而对于整个娱乐圈来说，王一博的这次选择也给越来越多年轻艺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人，最终依靠的不是流量标签，而是属于自己的作品、实力以及不可替代的个人价值。内娱绝大多数顶流艺人，即便手握超高商业价值，也依赖经纪公司的资源渠道，不敢轻易解约独立闯荡。而王一博一边深耕影视表演，一边跨界户外纪实、体育赛事、公益环保，多次被人民日报、央视点名认可其青年正向影响力，彻底跳出偶像剧流量的单一发展枷锁。尖锐的舆论争议，漫长的事业蛰伏，没有消磨掉他的职业选择，反而让他跳出流量内卷，开辟了一条小众却扎实的艺人突围之路。